死者的心脏在解剖还有显微镜下都跟健康人一模一样。这种解剖完全抓不到疾病，就是最完美的隐形外衣。美国史上杀了最多人的护士查尔斯·库伦用的就是这个盲点。有一个人，我每次想到都觉得背脊发凉，那是一个年轻、纯洁、公开撰文极力反对死刑的青年律师。为什么会变成把昔日革命同志送上断头台的恶魔呢？我是蔡达，我们今天来看《死亡笔记本》。我知道它里面大概有哪一些人物，就是有一本本子，然后写上人名，然后就会死掉嘛。对，我大概知道这样。然后有一个人在跟他斗智，他画风好好看哦。所以《死亡笔记本》就这样突然掉下来。デスノート直訳で死の如果是你敢剪吗？敢啊，为什么不敢？使い方。このノートに名前を書かれた人間は死ぬ。40秒以内に死因を書くとその通りになる。它设定算这么复杂，是不是？死因はすべて心臓麻痺になる。死因を書くとさらに6分40秒。詳しい死の状況を記載する時間が与えられる。楽に死なせたり苦しませて死なせたりできるってことか。万が一本当に死んだら僕は殺人犯か。まさかな。そんなわけあるはずない。この保育園に行ってこそ無職42歳となって説得を開始する模様です。她字好漂亮。40秒で心臓麻痺だったな。人質が出てきました。大きな星のようです。入れ替わるように。犯人は保育園内で死亡。犯人は死亡した模様です。死亡？人質の証言では犯人は突然倒れたと話しています。心臓麻痺。40秒完全没前兆的话，是现实中是有可能。这没有办法，心肌梗塞或者中毒，它都需要时间，没有办法说40秒内没有征兆，然后就挂掉这样。哇塞！所以他杀第一个的时候很紧张，那殺第二个就可以合理化了。なぜそんなに驚く？そのノートの落とし主、死神のリュウクだ。さっきの様子だと、もうそれがただのノートじゃないって分かってるだろう。死神か。驚いてないよ、リュウク。お前には驚かされるぜ。過去にデスノートが人間界に出回った話は俺も何度か聞いたことがあったが、たった5日でここまでやったのはお前が初めてだ。波じゃビビってここまで書けない。你看杜克现在眼睛那么大，他的眼距也蛮宽，你觉得这个有救吗？他这个是颅骨发育不全合并兔眼症，这种情况如果说几天不滴眼药水，这个角膜会干到穿孔。つまりそいつはもうお前のものだ。いらなきゃ他の人間に回せ。この時はお前のデスノートに関する記憶だけ消させてもらう。じゃあ本当にデスノートを使った対象って何もないんだ。他很聪明耶。这个血字就可以殺人，那他手不用沾血，罪恶感就会减少，就跟一些键盘侠或是按按钮就可以发射飞弹是一样。なぜそんなこと？退屈だったから。典型的那救世主妄想啊，把这种越权审判合理化，变成一个社会责任。这其实是不是也某部分是自恋型人格？是啊，是。まずは地球の掃除と凶悪犯の名前を書き続ける。誰も悪い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るよ。不可能。そして罪を受けて当然な悪人が心臓麻痺で死んでいく裏。灾难现场确实会存在一种决定资源分配，甚至裁判生死顺序的机制，叫减伤分类。但这套机制的底层逻辑啊，跟夜神月是完全相反。它的本质是彻底剥除所有道德、身份还有阶级的标签。医护只看3个生理指标：呼吸、组织灌流还有意识状态。所以一个正在大出血的连续杀人犯，只要他的生理指标还在红色危急区，他被救的顺序会排在一个救人无数但毫无存活希望的医师前面。那夜神月用自己的标准裁剪世界，历史上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真实镜像，就是20世纪初席卷欧美的优生学运动。当时的主流阶层强行将他们认定的社会底层病理化。最有名的就是1927年美国加利巴克案，他被收养家庭的人强暴怀孕，家庭为了遮丑，把他送进州立机构，判定成天生智能缺陷。案子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留下了一句名言：3代的低能儿已经够了。然而真相是，加利巴克被强暴，在学校成绩中等。那个所谓的第3代低能是加利7个月大的女儿。优生学的研究者
者拿硬币在这小婴儿面前晃，小婴儿的眼神没有去追，就这样直接判定为智力缺陷。这就是典型的把主观的歧视包装成客观的医学诊断。哦，所以这句话是从这边来，是不是？1週間で分かっているだけで52人。この全てが心臓麻痺。まずはこれが殺人なのか偶然なのか、その解明でしょう。しかし検視の報告では皆原因のわからない心臓麻痺でしょ。心臓麻痺って死因から洗ったのでは何も出ませんからね。全くだ。ナイフでも刺さっていれば洗いようもあるな。那叶神月挑选说心脏麻痹做预设的一个死因，这其实是非常精准。心脏骤停啊，只能算死亡机转，根本不是死因。每个人死的时候，心脏都会停。法医开刀会先排除肉眼看得见的结构病变，比如说像是血管堵死或是主动脉剥离。可是如果心脏切开，血管干干净净，肌肉切片找不到明显的结构病变，这些在微观上找不到原因的猝死，医学上称为猝死性心律不整症候群，是心脏的电气系统瞬间短路，引爆致命的心律不整。死者的心脏在解剖还有显微镜下都跟健康人一模一样。美国史上杀了最多人的护士查尔斯·库伦用的就是这个盲点。他在15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偷拿一种强心药 Digoxin 过量注射，引爆致命的心律不整。这种外来毒物造成的猝死，跟前面那种自然发生的电路短路一模一样。心脏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当时有几个警觉的医护还有调查人员，在异常猝死的个案中加开了血液毒物学定量检测，惊觉说 Digoxin 严重超标。接着他们调阅记录，发现库伦不断提领一堆不是他负责的药，才揪出这个恐怖的真相。なるほど。20族。日記のフェイクもあるし、それなら見つからないだろう。たとえ20族だと分かったとしても、こうしてノートを手に取ることはまずことわざまにボールペンの芯が絶縁体電流をせき止めている。中底を締めた時にはこのゴムが絶縁体となり電流は流れる。しかしもし誰かが強引に中底を外せば、その瞬間薄いビニールに入ったガソリンに火がつき、那这样真的会引起人家模仿哎。お前のしていること悪だ。悪だと。僕は正義だ。弱い者を救い、他好脆弱哦，誰もが理想とする新世界の神となる男だ。他被讲邪恶就破防了。あと5、4、3、2、1。那这个心脏麻痹啊，在几秒内迅速倒地，这是非常接近真实猝死的样子。他在倒地前，右手大动作抓紧胸脯中央，这个动作在诊断上叫 Levin's sign， 是一个经典的征象。心肌爆发性缺血时，病人会下意识用手掌或紧握的拳头去紧紧压住胸口，心脏瞬间失去有效输出，全身的平均动脉压会在1秒内断崖下跌，血流一中断，人通常会在10秒内失去意识，也会完全失去肌肉张力，整个人会毫无防备的往前瘫倒。那动画里患者发作后几乎没有窒息挣扎，就是直接往前快速倒下，跟恶性心室颤动相当吻合。何？また昨日も心臓麻痺の犠牲者が23人。土体の犠牲者も23人。きっかり1時間おきに1人ずつ。キラが言いたいことはそんなことではない。なぜ1時間おきなのか、そしてなぜ犠牲者が死んだらすぐにわかる刑務所内の犯罪者に限られているのか。自分は死の時間を自由に操れるのだと。是一开始就是很高调啊，他说他想要被大家知道。L 也是一样啊，这本质上他也是一个结果论的不择手段的人啊。いや、それにしてはタイミングが良すぎる。キラは警察の情報を知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これは明らかに私への挑戦。当一个封闭机构突然爆发密集的猝死，公卫监测系统会立刻警觉。那爪哇的监狱就发生过，大量囚犯在没有外伤、没有中毒的迹象下，接连心脏衰竭倒地死亡。过了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是缺乏维生素 B1 引发的急性心血管型脚气病。但不管疾病再怎么猛烈，在统计上的痕迹也会是混乱不规则的，因为每个人的体重、代谢速率、血管代偿极限都注定死亡的时间不可能整齐划一。自然的生物学事件绝对不会有这种精准的规律节奏。在2026年。
透过宫位监测系统加上 AI 运算，可以直接把死亡时间去逆向交叉比对内部情资系统的，很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可以精准锁定消息泄露的源头。これの寿命の半分で死神の目にできる。そうすれば顔を見ると全ての人間の名前がわかる。よりデスノートを使いやすい。你觉得他会换吗？他不会换，因为他嘴巴上说愿意牺牲他自我美化，他是迷恋那种权力还有支配。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里，有一个人罗伯斯比尔，高中世界史大概是这样介绍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领袖，掌权后推动恐怖政治，用断头台清除异己，最后死在热月政变的断头台上。当初在念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编了一个口诀，大概是在炎热的月份吃萝卜丝饼很恐怖，然后很好记。那考完试啊，这个人就跟着分数一起还给老师了。课本上的罗伯斯比尔就是贴着这么一个扁平、常见，而且我们念中国历史时都很熟悉的标签：一个激进的暴君，一场血腥的统治。那真实的历史是这么回事吗？是。但如果你穿越时空，回到大革命初期的法国政坛，你会看到一个你完全无法想象的罗伯斯比尔。那是一个年轻、纯洁、公开撰文极力反对死刑的青年律师。当时温和派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罗兰夫人，而罗伯斯比尔是他沙龙里的宾客，他们在同一个客厅里畅谈自由与平等的未来。他们都曾经对抗旧制度，然后由罗伯斯比尔代言的恐怖政治就把罗兰夫人送上了断头台。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年轻纯洁的小清新是如何站上法国最高权力核心，又为什么会变成把昔日革命统治送上断头台的恶魔呢？这个问题，你光盯着罗伯斯比尔这个人是看不懂的，你得盯着他手里的那个东西，一个逐渐失去制约的权利。历史的失控从来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1793年的法国是一个快要炸开的国家，外面是欧洲各国围攻，里面有叛乱、缺粮、派系斗争。巴黎街头天天有人怀疑革命会不会明天就被掐死。人在恐惧的时候，会很自然的想要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干净的人，找一个不贪污、不妥协、不被收买的人，找一个可以替混乱世界重新立规矩的人。罗伯斯比尔就这样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法国把越来越多例外权力交给了公安委员会，而罗伯斯比尔就是公安委员会中最醒目的象征。他身处核心，一步步把国家的公权力改造成铲除政敌的杀戮机器。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发表了那场极其著名的演说，他说：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是美德，但革命时期，动力就必须同时是美德与恐怖。没有美德，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是无力的。所谓恐怖，不过是迅速、严厉、毫不松动的正义。从此，杀人不再叫杀人，叫保卫共和；政治对手不再是意见不同的人，叫人民的敌人。本来，法律是把我觉得你有罪和你真的有罪隔开的过滤器，但当法律不再隔离主观偏见，过滤器就成了绞肉机。罗兰夫人被送上了断头台，临行前她留下那句名言：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那是她对这场革命最深层的绝望。她是在控诉一个他们曾共同相信的词，竟然被自己人拿来当作杀人的工具。然而杀戮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今天清除的是温和派，明天就轮到一起革命的同志。到了1794年7月26号，罗伯斯比尔宣称政府内部还藏着大批叛徒，却拒绝透露名单。这一下，台下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升起了最直接的恐惧：下一个死刑犯会不会就是我？在生存恐惧的逼迫下，那些原本彼此提防的政敌瞬间结成同盟。第二天，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比尔这一辈子主宰过许多人的生死，他靠着一张嘴，把美德、人民、共和、敌人重新进行了定义。然而，在被捕的混乱中，他的下颚被子弹击碎，连一句试图辩解的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在昔日崇拜者反目的辱骂声中，他被推上了那座他亲手喂饱的断头台。罗伯斯比尔从头到尾都没有背叛过自己的理想，他只是把那套理想推到了不准后退也不准怀疑的地步。当没有足够的制度和力量能制衡他时，权力就会把他脑子里那套主观的美德标准放大成全法国的灾难。当一个直到死都坚信自己是纯洁好人的人，开始用自己的主观框架去强行拆迁整个世界，去定义谁才是正义，谁又是被需要清理的邪恶时，这时候他的良心非但不是刹车，反而会变成疯狂加速的油门。只要手里的权力失去制约，你放心，那个洁白、纯粹而高尚的初衷，最终只会把这份权力变成一本残忍的死亡笔记本。你以为是在替天行道，在建造一个没有罪恶的新世界，但握住至高权柄的那一瞬间，你以为的正义就已经跨过地狱的边境，到最后被清洗的从来不是罪孽，是人。我说他不蹲在椅子上，他推理能力会下降，你觉得这有医学根据吗？
那这应该是有严重痔疮，所以正常做会痛。 L 一直这样蹲啊，他膝盖会需要换到人工关节吗？不会，大概60岁要换关节，但奇乐不会让他活到60岁。啊，你觉得夜神月抽屉不是有装那个汽油跟那个电线防盗吗？啊，万一碰到你会怎么样？他双手会大概2到3度灼伤，他这一辈子连笔都拿不起来，那就不用再写死亡笔记本。假设是医生死神之眼看得到寿命，你觉得会有帮助？没有用，他法规上就要急救，这个完全没有用。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死亡笔记本，你会剪吗？应该会哦。那你会想写什么？我想写蟑螂蚂蚁，